現在我是來到了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鎮，這是江南的6大古鎮之一。那這裡面的富豪啊，肯定少不了。這裡的人呢比較有意思，他們用動物啊来區分富豪財富的多寡。比方說，擁有100萬兩白銀的人呢，稱之為金狗；有500萬两白銀的人呢，稱之為牛；擁有1000萬兩以上的人呢，被稱之為大象。那麼整座南浔古鎮裡面呢，是有4象8牛72金狗。說這個古鎮啊，富可敵國一點都不過分。因為清朝末年的時候呢，清政府1年的財政收入啊，也不過8000萬兩。我們常說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那麼這座古鎮啊，誕生了這麼多富豪，他們是靠什麼發家致富的呢？走，我們去看看。剛剛我是通過這條便民路啊，來到了古鎮的東南街，而這裡對面呢就是南西街了，中間呢還隔着一條河流，叫做南勢河。這條南勢河啊，它是南北走向。那麼古鎮的主要看點呢，都是在南勢河的兩岸。南浔古鎮的歷史啊，已經有700多年了。早在南宋時期呢，這裡的蚕絲業啊就已經很繁榮了。那麼這裡產的蠶絲啊，叫做吉里胡絲。吉里呢是一個村子的名字，也叫七里村。由于吉里胡絲的品質非常高嘛，還被用作宮廷製造的原料，不僅暢銷全國，還遠銷海外，遠至歐洲。在1851年啊，曾獲得倫敦世博會大獎，銷量那麼好，從而誕生了4象8牛72金狗。在古鎮裡啊，也留下了大量的中西合璧建築，比如說小蓮莊、張時民舊宅、龐氏舊宅等等。等一下呢，我們都要去參觀。這裡有一座西式風格的大門，上面寫着絲業工會，這是他們商討價格的地方。你看上面呢還寫着英文呢。不過現在裡面呢就是一家文創店了。來看這裡有一座廣惠宮，看一下這3個字啊是誰提的？蘇軾，蘇東坡啊。蘇東坡人生中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啊，就是在湖州。公元1079年啊，42歲的蘇東坡從徐州被調任到湖州啊，任知州。按照當時的規矩呢，應該給皇上呈上一份報告，湖州謝上表。其實這份報告啊，用來表表功績、拍拍馬屁也就完事了。但是古代文人啊，都是性情中人，其中多少摻雜了一些自己的情緒，便發了幾句牢騷。其中啊就寫道：陛下知其愚不適時，難以追培新進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養小民。意思呢，就是你知道我愚老，不能適應新的形勢，不能去追培那些新進者，但是你又覺得我雖年老，卻不愛生事，於是呢，就派我去管管那些小民。結果啊，就被御史李定給告了，從此展開了103天的牢獄之災。在廣惠宮的前方呢，就是一座非常高的古橋了。古橋的下方啊，是停放着很多搖橹船。現在有一台水上巴士啊，從古橋穿過。來看一下這2種船呢是有區別的。水上巴士呢是3塊錢一次，而這種搖橹船呢坐一次呢要30塊錢。現在是來到了古鎮的最南邊了。後面呢有一座小門樓，上面寫着小蓮莊。這裡啊就是古鎮曾經的首富4象之一劉墉家族的豪宅了。說是小蓮莊，其實啊一點都不小。它的占地面積呢達到了17399平方，是劉家子孫3代人呢歷經了40年修建而成，耗資超過了100萬銀元。小蓮莊顧名思義就是種了很多蓮花。來看看這一片呢，整整有10畝的荷花園呢。劉墉之所以把自己家取名叫小蓮莊，是因為早在元朝時期啊，湖州本地有一位著名的書法家，名字啊叫趙孟頫，他的宅院呢就叫做蓮花莊。出於對趙孟頫的崇拜啊，就取名叫小蓮莊。來小蓮莊參觀，記得一定要看看他們家族的4大寶貝：宰相劉羅鍋的書法真跡，皇帝御賜的2座牌坊，還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升斗厅，以及一塊能夠吹得響的太湖石。劉墉家裡世代都是銅匠，有4個兄弟，他排行老3，人稱劉三東家。他15歲啊，又入行當夥計，靠着販賣生絲、賣鹽，一步步走向巔峰。他做生意的秘訣啊，據說有3條：第一，官府裡啊要有人；第二呢，要和洋人打交道；第三，子孫後代一定要多讀書。劉墉身家最高的時候呢，是達到了2000萬兩白銀。晚清1年的財政收入啊，才8000萬兩。而且他呢，還被朝廷封為從2品的通奉大夫，相當於現在的副部級幹部了。這就是劉家的第一寶，宰相劉羅鍋的書法真跡。
他們2個人呢是同名同姓不同字，劉羅鍋呢是土字旁的庸，劉墉啊是金字旁的庸。這是劉家的第2寶進香石窟，也叫升斗廳，這是主人和那些社會名流啊，還有文人墨客聚會的地方。這個房子呢特別有意思，從外面來看呢就是1間，從裡面看的話呢卻是2間。既然叫做升斗廳，那升和斗在哪裡呢？我們往上看，一邊的藻井呢就是升的形狀，而另一邊呢就是斗的形狀了。在古代，10升啊等於1斗。據說當年主人會客的時候呢，會先請客人啊到升廳，要是聊着聊着啊，覺得你才高8斗，學富5車，就會請你到斗廳深談。你看這越有錢的人啊，就越講究。中間這一幅木雕啊，就非常的珍貴了。這是用檀木雕刻的鴛鴦戲水圖。這裡是他們劉家的第3寶皇帝御賜的2座牌坊。劉墉呢有4個兒子，老大劉安瀾呢，在1889年湖北發水災的時候呢，捐銀3萬兩，捐糧10萬斤，所以光緒皇帝啊是賜了他4個字：樂善好施。可惜好人不長命，劉安瀾29歲英年早逝。他老婆為他守了25年寡，所以皇帝呢又賜了他4個字：清金節孝。而2座牌坊中間呢就是劉氏家廟了。來看一下這個門檻呢非常高，在古代普通人家要合起來建一座祠堂，劉家有錢建的是家廟。這是南浔唯一的一座家廟，上面呢是有4根門簪，這個叫護對，下面呢有2個巨大的抱鼓石，這個叫門當。所謂門當戶對啊，就是這個意思了。劉氏家廟這4個字啊，是沈渭所書，他是晚清的官員，也是一位書法家。來看一下裡面呢，是有一塊牌匾，承先沐足，這個呢可是溥儀皇帝啊御賜的9龍金匾，意思呢就是繼承祖業，和睦家族。大家來到劉氏家廟啊，一定要來看看這些楹聯，特別是這些落款啊，人物一個比一個厲害。看一下這裡，通州張謇，這是江蘇南通的最後1名狀元。河南衛輝徐世昌，這是民國時候的大總統。安吉吳昌碩，這是著名的書畫篆刻大師。陸潤養是江蘇蘇州的最後1名狀元。盛宣懷，胡雪岩倒台之後啊，他就是晚清的第1富豪了。你看他們家族的朋友圈啊，強不强大？這個就是他們劉家的第4寶能吹得響的石頭。它的名字啊叫蕭石，上面是浙江巡撫阮元題的字。在1800年呢，阮元在杭州疏浚西湖，當地老百姓呢為了感謝他，把一塊從太湖中挖出來的石頭啊送給了他。阮元愛不釋手，但又不肯獨占，就把它立在了西湖的阮公墩上。後來幾經流轉，1924年劉成幹花了200兩銀子把它買了過來。前面呢就是家業藏書樓了。來仔細看一下這個藏字啊，是不是有點與眾不同呢？其實呢它是少了左邊的2撇，這是劉成幹特意要求這麼寫的，意思呢就是天下的書籍太多，藏不完收不完，也是自謙本樓藏書有限。1914年劉成幹給光緒皇帝的陵墓啊捐款種樹，溥儀呢就特別高興了，就御賜他9龍金匾，清閱家業。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塊牌匾上啊沒有寫日期？因為那個時候溥儀啊已經退位了，他自己不願意用民國的年號，索性呢就不寫了。大家看一下中間那個電燈啊，那可是1920年從法國進口的原物，裝好了之後呢100多年了一直沒有換過，到現在還能用。這座家業藏書樓啊，從購書藏書到請雕版工匠修建藏書樓，總共啊是耗資80萬銀元。那中間這個大的廣場啊，就是當年曬書的地方了。電燈有了，電從哪裡來？別擔心，1919年啊，南浔4大富豪聯合出資10萬元，創建了電燈公司，用蒸汽機和柴油發電。這個家族啊，不僅有錢，而且富而有人。就他一個家族，竟然有3個教育基金會，分別是劉承環、劉胡涵以及顧淑嫔獎學金。從小蓮莊出來之後呢，回到南西街。劉墉雖然是南浔首富，但是他的宅院呢未必是最豪華的。那麼最豪華的是哪一間呢？來，就在前面不遠處，張時民舊居。張時民是當時南浔古鎮的4相之一，
大家不一定認識他，但是他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堂弟，叫張晉江，他可是被孫中山稱為革命聖人的人。作為南巡的4項之一啊，它的產業呢自然也少不了浙江興業銀行，它就是當時的第1大股東。有人說張石民舊居啊是江南第1豪宅，我覺得這個說法呢有點言過其實了。如果這是江南第1豪宅，那胡雪岩故居呢又算是什麼呢？所以我覺得說它是南巡第1豪宅啊，這個說法呢會比較恰當。這裡的門票呢是20塊錢，如果大家想把古鎮裡所有要門票的景點呢都看一遍的話呢，可以買一張聯票，這樣呢會優惠一點。我是挑着看，所以呢聯票我就不買了。進入大門之後呢，回頭看一下，這是一座徽派磚雕門樓，這可是原物。整座大宅呢是修建於公元1899年到1905年，耗時6年，距今呢已經超過了110年的歷史了。門樓上方呢是有4個字“士德作球”，這是著名大書法家吳昌碩題的字，暗示主人呢是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。士德作球的意思呢，就是世世代代以道德作為人生的準則。再來看看左右兩邊，這就是過去停放轎子的停轎場。花窗啊，全部都是用青石雕刻而成，刻的是八仙過海的圖案。上面有拿着葫蘆的鐵拐李，還有扛着荷花的何仙姑。那這邊呢，還有拿着寶劍的呂洞賓。看完了磚雕門樓之後，轉過頭來啊，就能夠看到張氏故居裡面最大的大廳懿德堂。懿字指的是女人的品德很好，大義之人。之所以叫懿德堂啊，是因為張石民的父親呢早年去世，他是靠着母親桂太夫人拉扯長大。而且桂太夫人把家庭呢經營得特別好，所以大廳取名為懿德堂。再來看看誰題的字，也是通州張謇，江蘇南通的最後一位狀元。話說張謇也是一位傳奇人物，他在1894年以42歲的高齡高中狀元，但他又不想做官，反而貸款3萬兩白銀投身實業，修建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工廠大生紗廠，還大規模投資改建故鄉南通，修建了中國第1所聾啞學校、第1所刺繡學校、第1所現代化博物館等等，創造了中國的7個第一。後來孫中山先生把張謇所在的通州稱為民國第1縣。張謇認為中國不缺知識分子，不缺文人墨客，缺的是實業家、企業家，而張石民呢，正是這樣的一位實業家。這一間是張石民的書齋，上面寫着懿氏居，題字人呢也是安吉吳昌碩。過了懿德堂之後呢，我們到第2進院子來看看。回過頭來看，也是一座磚雕門樓，上面呢是有4個字“竹報松茂”，是綠色的。剛剛聽到導遊在講說是用翡翠磨成粉塗上去的，晚上呢會反光，非常的漂亮。這1樓是客廳，2樓就是住人的。我們來看2樓的窗上是鑲嵌着一片片藍色的玻璃，這可是這座古宅中最絕的地方。張石民曾經呢去法國做生意，在法國看到了一名匠人用玻璃雕刻出各種花鳥魚蟲的圖案，於是呢向這位匠人定制了100多塊玻璃。這些玻璃上的桂花、桃花、枇杷等各種各樣的圖案都是在中國畫好之後拿到法國去定制的。2年之後呢，法國匠人把玻璃如數寄過來，當時1塊玻璃價格呢大約是10萬錢，也就是1兩黃金。這100多塊玻璃一直放在這裡，可惜因戰亂等原因有些被毀壞了，後面呢又補了幾塊上去。有些人說這些玻璃不沾灰，但這一點呢我不是特別相信。原本從這裡進去是有一個芭蕉廳，就是有用石頭雕刻的芭蕉葉，上面一個個孔洞是用翡翠鑲嵌進去，非常的精美。可是現在呢，由於景區在維修，看不到了。張石民當時的生意主要是和法國人做，經常有法國客商來到家裡住。法國人不習慣、不喜歡中國老式的住宅，於是張石民就請了法國建築設計師，在家裡修建了一座巴洛克式建築。巧妙的是，從外面來看是中式的，到裡面看就是法式的。之所以這樣做，是免得有些人看不慣，說閒話。巴洛克建築的前方是有2棵巨大的白玉蘭樹，已經活了120多年，樹齡竟然是比宅子還要久。
宅子呢是在1906年的时候竣工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來這裡就是有這兩棵樹，張家當時請的風水先生啊就說了，這兩棵樹呢是招財樹，能讓你招財進寶、枝繁葉茂。於是張家就在這裡修建了談生意用的巴洛克樓。進來建築以後啊，看到的地板呢全都是歐洲原裝進口鋪在這裡的。你看這個大廳呢跨度特別大，所以說中間呢是放了2根鐵柱作為支撐的作用。這個鐵柱啊是叫做愛奧尼克柱，是從歐洲進口的。這裡寫着賬房，就是在舞廳的旁邊啊。那保險櫃呢，應該就是在這裡了。果然是，不過現在看到的並不是原物啊，當年的原物啊早就被拉去煉鋼鐵了，現在看到的是複製品。看看這個瓷磚，非常的精美吧？花紋呢，到現在還是清晰可見。從張時民舊居出來之後啊，我就直接來到了古鎮的最北邊。那麼這裡對面呢是有一個十字港碼頭，因為這裡呢就是水上的十字路口，在這裡啊就可以坐上3塊錢的水上公交來去遊覽古鎮了。過了前面這座古橋之後呢，對面呢就是西大街了。在西大街上呢，我們要看另外一座舊宅，就是龐來臣故居。這裡就是龐氏舊居了。龐來臣這個名字啊最近很火，他給南京博物館捐了137幅字畫，裡面呢有放大版的收據，我們進來看看。虛齋藏天下，南巡龐氏傳奇與印記，裡面擺放着很多字畫，以前呢都是龐來臣啊收藏過的，現在呢都是在各大博物館了。這裡擺放着的都是複製品，就是這張收據了，捐贈文物資料收據。龐曾和先生捐贈古代書畫合計137件，蓋章南京博物館，1962年，多少月多少日看不到。龐來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，擁有書畫名迹數千件。這是龐來臣的照片，字來臣，號虛齋。一幅畫的真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鑑定依據，就是看它是否傳承有序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幅畫上方呢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印章，就是說一幅畫傳到你手上啊，就會蓋一個你的章，傳到下一個人手上呢就會蓋一個他的章。所以說一幅畫上面呢是有很多章。來看一下這個印章，右邊2個字啊是不是來臣？公諸於民，在那個風雲變幻的亂世，虛齋的收藏經歷了由盛而衰、從聚到散的過程。伴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，其收藏中的絕大部分以徵集、捐贈等形式保留在國內公立博物館，散於私而聚於公。虛齋收藏也完成了他在中國數千年書畫收藏史上承上啟下的作用，功在千古。從龐氏舊居出來之後呢，就來到了古鎮最美的一條街，叫做百間樓。這個名字的由來啊，也是有一個典故的。相傳在明朝呢，有一位進士啊，他的孫子要娶老婆，然後對方呢就說，我們家的孫女啊，有100個丫鬟，平時啊嬌生慣養，那去到你們家有地方住嗎？然後這位進士呢就說，我給你修100間房子如何？所以這百間樓啊就有了，大家就看這個百間樓啊美不美吧。南巡古鎮除了我今天逛過的3座舊宅以外呢，還有張晉江故居、劉氏替號怡園等等，都是值得一逛。由於今天時間有限，我就不一一去逛了。那我的車呢就是放在前面，也就是北門的9號停車場。今天呢就要去杭州了，我們下一條視頻再見，拜拜。